这支影片我们来介绍 Docker， 主要对象也是初学者。初学者有很多种，如果你是完全没见过 Docker 的人，那这支影片可以让你大概看到 Docker 能做到什么事情。如果你已经用过 Docker 跑过一些 container， 但是不太确定这些指令是什么，以及它还有哪些指令，我们会介绍一组少少的指令集，让你可以利用这一组简单的指令就能达到很多 Docker 的功能。那虽然题目是 Docker， 但是我们用的其实是 Podman。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示范。首先我先设一个别名，让 Docker 等于 Podman， 因为有的时候还是会不小心的把 Docker我们就会打出 Docker 而不是 Podman。那最简单的跑法当然是用刚才讲的，就是你要跑一个 container。那如果你只是要用互动式去试它，最常用的指令后面的参数会接的是 -it。it 指的是 I 是 interactive， T 是 terminal， 你可以把它反过来变 TI 都可以。然后后面呢是 RM， 代表的是说我们等一下做的一些变动不要存成磁碟影像档。为什么呢？因为 Docker 其实会记录你的一些操作，对于你的我们这边会跑出一台新的小的一个虚拟的系统，那在虚拟系统上我们可以安装一些档案或者做一些操作，Docker 会把这些变化记下来，然后呢我们可以在一些时间点把这个变化呢做一个 snapshot 存起来，然后下一次可以从这个磁碟开始出发，再继续跑下去。我们现在如果不想要留下这些轨迹的话，我们就用 -rm。 刚开始我会建议你可能就用 -rm。 好，那我们先跑一个简单的 Ubuntu， 我们这样就跑起来了。那这边就是一个 Ubuntu 的系统，然后我可以做比如说 apt update， 因为这边的系统通常它都会把 apt 的 cache 清掉，所以你进去如果是像是 Ubuntu 或 Debian， 你大概都要先跑过 apt update 才有办法安装其他的套件。比方说我可以安装install Python， 我安装比较小一点的 A 好没有 exa 吗？好，我装 EZA。好，那它是一个替代版的 LS， 可以看到更漂亮的东西。可是，一旦我们离开了之后，这个东西就会不见了，因为我们刚刚有 RM， 所以我们再进来，再打一次，它就会不见了。好，如果我们不加 RM 的时候，我们打一下，然后呢，当然这次我们还是要再重新，因为它每次都重新开始了。然后我们 EZA 安装起来，好，我们离开了。这时候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还有哪一些东西在跑。我看我这边又打成 Docker 了。好，我这边有一个叫做 Redis Stake Server， 因为我这边常会跑一些东西，然后 Redis 是一个我会跑的。那它还活着，但是刚才的因为已经关掉，它就消失了。可是呢，我们其实可以把 PS 后面加的参数，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 Redis Stake Server， 就刚才还活着的那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 Clever Nozer， 这是我前几天跑的一个文字界面的浏览器，用 Docker 去跑，然后这边也停掉了。然后你会发现它是停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跑的 Docker IO 的下面这个 Ubuntu，那它有一个自动取的名字叫做Static Towards，它会自动帮你取一个还算可以看得懂的名字，然后前面还有一个 hash， 这个名字是你可以取到的，像我们这边就有取名叫 Redis Stable，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我们可以记得的名字。但就算是没有的话，会自动给你取一个。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事情是 commit。我们 commit 刚才那个东西叫做EC 开头，对不对？好，它 auto complete 这个东西了。我们按下 commit 之后呢，这时候我们可以去看我们现在系统中有哪一些 image。你可以看到之前跑过的 image 它留下来，但其中有一个是一个没有名称的，它写了一个 none， 因为我们刚才没有指名，但是我们 commit 了。好，那我们就可以来 run 这个 image。因为它虽然没有名字，但是它毕竟还是有一个 hash， 还是有 IT。那我们怎么 run 呢？我用 podman run 一样像 IT。我们要跑的是刚才这个，我们就把它叫 CCC 好了所以它可以自动这个 ID。因为它没名字，只好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我就按 Enter， 一样进去一个 Ubuntu 的系统，但这边系统已经是我们刚才跑过了，所以刚才 EZA 已经被安装起来了。所以这个大概就是 Docker 它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印象档之后，可以随时从这个印象档开始跑一些程式，然后呢，可能已经设定好了一个网络伺服器，可能是一些其他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跑起来。你在做的改变呢，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像 Commit 一样把它commit 进去变成一个新的 image。 那这个你之后可以从这个起点开始出发，然后再去做一些事情，看看要不要再还原，或者是再把新的更动再把它再 commit 进去都可以。好，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它有一个 Docker Hub 的 repo， 你可以在网络上面用到很多不同别人找到的已经弄好的 image。 比方说我可以用 Docker Search 去找比如说跟 PyTorch 有关的，你就可以找到很多跟 PyTorch 有关的image，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跑这些
然后来跑跟 PyTorch 有关。那我们找个 Python 好了，因为 PyTorch 那些可能要 CUDA 的话更比较麻烦一点点。那我们就试上这个小的 Python container， 我们就跑跑看吧。那我们就把这个名字记下来 ，Iron Python， 我们把它叫做 Iron Python。好，我们一进去之后，我们可以打一个 Python 3，它是一个比较旧版、比较小的东西，好，就在里头了。我们也可以跑 Jupyter Notebook， 在这边 Jupyter Notebook Base Book。好，这边我们来有2个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也蛮好用。第一个是取名啊，因为它是长的参数，所以我们用2个 dash name 叫它 Jupyter 啊，整一下比较好来 refer 到它身上。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把这个 port 打开。我们开了一个叫 因为 Jupyter Notebook 会开在 port 8888，所以我们这边前面一个8888代表示我们自己的机器上面的8888要对应到后面这个 port， 也就是 Docker 里头的8888。Docker 其实有好多不同的网络模式，有一种模式是比较简单，就直接跟你的 host， 也就是你现在的这台 PC 也好，桌机也好，这台 server 也好，它的网络直接连起来，用那个模式。那这个模式的话，你就不需要做这个转址了。那一般正常的模式下面，Hardman 它其实会有一个独立的网络啊 ，Docker 会有个独立网络，每一个 Docker 的环境会有个独立的 IP 在那边，但这个 IP 是在一个虚拟的局部的网络里头。那我们必须要转址，把这个 port expose 到外面来。好，我们来跑跑看。OK， 可能我之前跑过了，那这个8888已经被占住了。我们先把那个占它的程序砍掉 ，fuser， 我们取 TCP 的 namespace， 然后砍掉它8888。好，这个指令 fuser 可以找到占用这个 port 的东西，把它砍掉。好，这个很常发生，特别像这种你会开 port 或者开伺服器的话，我们再跑一次，它这时候就跑起来了。好，所以这边是 localhost 的8888。好，我点一下，好，这时候进去了以后了，这时候我就可以跑我的 Jupyter Notebook。所以有非常非常多别人已经弄好的东西，你就可以很快去跑起来，而且不会污染到你的系统。你可以用别人已经整理好的东西，可以很方便的分享你的一个应用软体。好，但是这样进来之后，这边被卡住了嘛？当然我们可以按 Ctrl Z 那些东西把它中断。可是有的时候你一个伺服器正在跑，然后你会希望它一直在跑，那你要怎么去做额外的事情呢？比如说它的 IP 是多少啊，或者看它的那个系统的 loading 是怎么样。好，我们这边开了另外一台。不过我们首先PS 一下，你可以看到除了刚才的 Redis 之外，我们的 Notebook 这也正在跑，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 port， Redis 它的 port 是6379，那到6379，我们这边的话是8888，你可以看到它用到不同的 port。你也可以做的事情是 network ls，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它的一个算是一个 namespace 或网域这样子，在它这个里头。那你可以比方说我们要看它更多的资讯，你可以用 inspect， 比如说我刚才那个叫做 Jupyter 嘛，因为已经有名字了，它会跑出一个 JSON 档，所以你当然还是可以用 JQ， 然后也许你要用 less， 可以看到其中的内容。那比如说你要看 network 里头的，你可以自己下来找有一些更进阶的一些过滤语法可以用但是我们今天是给初学者，所以你只要 inspect 它，只要知道 inspect 很有用就行了。你可以看到它里头的一些 log 的内容logs， 比方说刚才 Redis 是一个 server， 它已经跑在背景了，我们看不到它的输入，但是你要怎么除错，或者它有一些事情要告诉你要怎么去做呢？Redis 这边一看，你就可以看到它中间喷出了说 log，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那它有一些参数你可以再研究一下，包含列出时间或者额外的一些资讯在里头。像刚才的 Jupyter 呢，我们念到 Jupyter 嘛，它也会发现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它的讯息。不过回到我们要进去那个系统以后，我们要怎么做呢？一个进去的方式是 exec， 那我们要 IT， 然后我们的 Jupyter， 然后这边你是一定要打指令，因为我们这边不是从 default 的地方进入，而是你额外的方式去进入。我可以直接打 bash， 那我就进去这个系统里头了。那我可以做比如说 top 看看系统跑得怎么样，你可以看 PS， 看有谁什么东西的都可以或者看它目录下面有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到。就比方说你在那边跑做了一些事情，你就可以在这边看可是如果我们在里头，比方说好了，刚才的这里头我们开了一个这个我们把它叫 ABC 好了，我们开了叫 ABC 点 IPYNB， 我们存进去了，应该是在根目录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真的有个 ABC 点 IPYNB， 你要怎么存取它呢？那我们当然这边可以看到，可是我们想 Docker 关掉之后，我们还是想要使用它。好，我们可以这样做 CP， 我们刚才叫做 Jupyter BAN， 这边 ABC 点，我们可以让它拷贝到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用 Docker CP， 当然我们这边是 Podman CP 来存取 container 里头的档案。它另外一个方向也可以。好，那如果我现在想要说呢，我直接让它不要拷贝来拷贝去，直接把我的加目录
让它使用呢？也是可以的。我们回到这边，我把它中断掉。比方说，我想要它 mount 我的加目录，然后到我的加目录是 home， 我要把它 mount 到比如说根目录下面的 TJW 好了。我们把它叫 home， 就叫 TJW。那我用这个 follow 的指令，就是我们可以把它 mount 到虚拟机里头。我们再做一次。好，我们回到 Jupyter 下面，重新再连一下。好，我们进来了。好，我们这边一样可以进一个终端机，就 Jupyter Lab 还不错，蛮好用的。我们可以到根目录下面，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TJW， 我们进去这个 TJW 里头，它要有一些权限所以这个还是要设一下。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 TJW 已经在里头了。为了要存取它里头的东西，我们再做额外的多做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指定我们的 user 是谁。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指定我们的 user 是 root， 那这时候就可以存取里头的资讯。我们先试试看，我们改用那个 Ubuntu 好了，因为我们不太需要跑太复杂的东西，我们只是要来试试看 mount 这件事情。好，我们用 Ubuntu 来试试看，用 IT 了。好，我们进来这边，然后这时候就存取它的内容，这没有问题的。好，可是如果你不想要用 root 的权限，因为毕竟 root 看起来比较可怕一点点嘛。因为我用的是 Podman， 所以我用 user namespace keep ID， 然后用我自己的 ID 进来，我把它用了 ID 进去这个里头。好，它跑起来了，我们等一下进去看一下。好，我们现在的目录还是在原来的地方，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这个 terminal，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就可以进来看到它所有的内容了。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清除东西的指令，整理一些死掉或者停掉的 container 的指令。好，我们先看停掉的 container。那因为这边已经停掉，然后它看起来还有在跑的样子，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做两件事，一个是我们可以把它重新打开，我可以重新 restart 这个 EC 这个东西。好，那当然它重新启动之后，我们好像没看到它活着嘛，但是其实它已经活着了，因为你看 PS 的时候它已经活着。那你要怎么进去里头呢？你可以 exec git， 然后你加个档名 bash 好了。好，你也可以用 ls， 因为这是 Docker 的一个用法，就是它还活着，你就 exec， 然后去看它各项功能。这个 IT 也不用了，你就 exec 从这边执行它的指令，然后你可以做 tab， 就好像你普通的像 ls 或其他的指令一样。好，那我们可以 free 嘛，看它有多少记忆体就跟你普通打 free 感觉有点像，只是它前面多了一些东西。它现在没办法停了，我们要怎么把它停掉呢？就 stop 它就可以了。好，我们把它 stop。好，我们看一下 PS， 它就已经死掉了。好，那我们真的把它在这边也清除掉，怎么清除呢？用 rm。好，这时候呢，你在 docker ps-a 的时候，它也是消失了。好，那另外一个你想清除的是 image。好，我们用 docker images 看档案，然后有一些是我们想要删除的，比方说这个 ccc 是我们想删除的，我们就它不是 rm 是 rmi， 然后它就被我们 RMI 之后就把它删除掉了。那有的时候它会累积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因为它有一些 dependency， 你也不晓得该删什么。你可以用 docker image prune 去裁剪，把很多的不需要的东西它就会删除掉。以上就是我们简单介绍的一些 docker 的基础指令。